你把我的铃铛给毁了！你在哪里？给我出来！啊！你太过分了！你好卑鄙！你才卑鄙呢！把我的铃铛都弄坏了。和姐姐我玩，你还嫩着呢！哈哈，敢在我面前称姐姐，就算踏青真人那个臭小子，在我面前也得尊称一声前辈呢。大胆！你竟敢直呼祖师爷的名字！你懂妖术？双剑回鞘！哎，你到底是谁？我本是青所剑剑灵，刚才是你救了我，你已经获得了我的认可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青所剑的主人啦。看来青所剑已经出世，蜀山这几个年轻人真是后生可畏啊！好强的剑气啊！我们去看看。哎，石心姐姐，等等我，阴魂不散，一起去。青云，会是你吗？青云，青云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啊，你们看，这什么呀？这就是青所剑。青所剑？啊，这就是青所剑啊！青所剑平时的形态是一个手镯，当进攻的时候，它会幻化为宝剑。我也是误打误撞进入了山洞，机缘巧合之下遇见了青所剑剑灵，这才收服了青所剑。难怪我们一直寻剑不得呀！多年来，原来青所剑已经幻化形状，果真是奇妙啊！这本青所剑剑谱多年来一直收藏在武当门下，我今天将它带来，就是要第一时间把它交给自己的主人。青云，你把它收好。谢谢通掌门，青云一定会好好珍藏的。青云，
你没事吧？哎，丁大哥，我说你怎么回事啊？不是让你照顾好青云吗？你怎么扔下他一个人啊？还好青云厉害，他还找到了青锁剑。我有点累了，我想回去休息。青云，这个铸剑坊大概荒废很久了，所有兵器都蒙上了尘。丁大哥，石木剑。青云，这针上好像有毒。早知道于媚娘恶毒，你们还大意相信？你们不要乱动，我帮你们疗伤。这毒蔓延极快，我这半边身子已经麻痹了，恐怕撑不下去了。看来是解药。怎么只有1颗？估计这杀戮到底，我们就会毒发身亡。解药只有1颗，看来我和青云只有一个能活下去。一定有办法的，肯定有办法。丁一，你救青云吧。玉姑娘，你不是说过，如果我离开，对大家都好吗？不行，你有什么事，丁大哥不会原谅我的。丁大哥，你来选吧。无论你做出什么选择，我都毫无怨言。丁一，你不要再犹豫了，你快救青云吧！我只是魔宗之人，死不足惜。青云有恩于我，我一定要救他。但如果你有危险，我愿意用我的命来换你的命。你要干什么？
我选择喜欢你，只不过。你何必要这样？我再怎么想办法说服自己，要远离你，但我的心里真的没有办法做到。在生死关头的时候，我才明白，就算救不活你，我也愿意跟你死在一起。我们生死相依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想必是那于明娘将他人的性命玩弄于股掌之间。对不起啊，玉姐姐，我娘她不是故意的。自从我爹走了之后，我娘她就变得疯疯癫癫的。凡是来这青虫山上的男男女女，她都觉得他们的心不真，所以都要试图拆散他们。但是我看到你们之间的感情，并没有我娘说的那么不堪。那神木剑被毁的事，也是骗人的吗？不是，神木剑的事情是真的。我娘，她其实很可怜，求你们不要伤害她。你娘到底受了什么刺激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一切都因情而起。我爹就是曾经享誉四方的武器锻造师许悦，他所打造的兵器样样都是精品，常有人拿着重金上这青虫山拜会我爹，只为了看他的兵器库一眼。我娘和我爹本就是青梅竹马的恋人，两小无猜，天造地设，生活在这青虫山上，与世无争。这青虫山上风光秀丽，我爹常常独自在山间漫游。机缘巧合之下，他碰见了一位常年隐居山上的老隐士。此人不但功德不凡，听说还是一位在世华佗。我爹崇拜隐士美名，常常登门拜访。老隐士十分爱好下棋，在他的小屋前摆出残局。恰巧我爹也是个爱好棋艺之人，两人一见如故，经常切磋。有一天，我爹在山上发现了一个隐秘的山洞，没想到，却是上天安排的机缘。在那山洞中，他发现了上古神剑神木剑。
爹很是兴奋，他对我娘说，想要重新打造神木剑，使之焕发出更大的威力。这也许就是他这辈子创造出最好的武器。你快去吧，那边。可是如此幸福的生活却没有持续下去。我娘误食毒草，便一病不起，生命垂危。在这紧急关头，我爹却突然消失了，众人四处寻找，都不见他的踪迹。本以为我娘只能躺在床上等死之时，老隐士突然来到府上，他带来了救命的丹药，还有那把炼好的神木剑。老隐士救了我娘和我的命，却也带来了最令人痛苦的消息。我相公呢？雪他走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我相公去哪儿了？他已经离开青虫山。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啊？他永远不会回来了。你也不要太伤心，你自己要坚强，找个好人家，就在家了吧。我娘无法相信自己深爱的男人会在如此危急之时抛弃她，而她痊愈后，竟然发现自己怀孕了。于是，她便每天守在山庄门口等，希望我爹能够回来。可是我爹真的永远的离开了。他生下我以后，虽将全副心思放在了我身上，可却性情大变。听三姑姑说，曾经的他温柔可人，可自从我爹离开以后，他就喜怒无常。都给我滚！拉倒吧，真是莫名其妙。走啊！夫人，把你给赶走，真是。走。你别喝了，放开我！夫人，求你别喝了。为什么不能喝？你看看小姐，你别喝了，求求你了，别喝了。你说我相公为什么不要我？我相公为什么不要我？夫人，夫人，为什么相公不要我？小姐，不哭。徐夫人，不要再喝了，就能伤心，再喝许月也不会回来的。哎，不要喝了，不要再喝了！不用你管，不要喝了，走开！有一日，他喝得酩酊大醉，老隐士云游归来，想要劝解他一二，但他一怒之下，却将神木剑砸成两段。我爹的离开深深地伤了我娘的心，她再也不相信世间还有真爱。面对所有成双成对的有情男女，她的心中只有愤怒，并且命三姑姑从中作梗，激发出恋人间最恶的一面，棒打鸳鸯。
这就是所谓的“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”吧。真不敢想象，面对自己最爱之人的背叛，是什么感受。谢谢几位能理解我娘。不过，我也想清楚了，曾经受的伤痛，不能以破坏别人的方式来治愈。你们放心吧，我会劝服我娘，以后不再做坏事的。可是，神木剑确实已经毁坏，恐怕没有办法借给你们。既然我们来了，总得做点什么吧。你的意思是？可是，这神木剑乃是上古神剑，它与普通的剑不同，我怕没有这么容易修复。不试试看，怎么知道结果？到了，这就是我爹真正的铸剑房。小蝶，这就是上古神剑神木剑吗？是啊，这剑相传是上古神木铁树扶桑的一支，当年我爹可是花了很大的心血才打造的。只可惜现在，的确是一把上古好剑，如果可以修复的话，相信也可以了却许前辈的心愿。小蝶，这把断剑就像你爹娘的感情一样，你娘一直不肯进来这里，就是对你爹还有感情。小蝶，相信你娘也是性情中人，若是帮她修复了这把宝剑，她一定会很高兴的。话虽这么说，可是从我记事起，我娘她就不让我学习我爹的铸剑术，所以我对这方面也都一窍不通。而且我爹的铸剑炉庞大无比，一般人根本就没办法启动。小蝶，你可不知道啊，丁大哥天生神力，几十斤重的石头随便就能搬起来了。我愿意一试。那这样太好了。太好了，剑炉启动了。断口融合了，神木剑修好了。丁大哥，真有你的！丁大哥，这剑是你修好的，请你试剑。好。果然是把上古神剑。怎么会这样？这是为什么？要不我们再试一次吧？恐怕结果还是一样的。这中间一定有什么问题，我们还没有参透。哎，我差点忘了一个人，就是住在青虫山深处的一位老隐士乌禄居士。乌禄居士，
可是那位以下围棋见长的。玉姐姐聪慧过人，正是如此。因为围棋分黑白二子，所以乌鹿居士就用白鹿和乌鸦为称。我年幼的时候曾经见过这位老隐士几面，当年他与爹爹对弈成友，两个人甚是投缘。那这跟神木剑有什么关系啊？乌鹿居士当年告诉过我，说如果有人能够修好这神木剑，必是有缘人。到时候一定让我带来向他引荐，说是有重要的事情相告。丁大哥，虽然这神木剑只是暂时的合并，但已经很难得了。要不我们就去求见一下乌鹿居士，说不定他能知道其中的奥妙。好。神木剑。神木剑已经断了，难道是小蝶？莫非是他回来了？爹，女儿很想你。神剑都修好了，不是应该高兴吗？怎么会哭呢？高兴啊！我当然高兴了。看到这个剑，就像看到我爹一样。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他，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。许悦的灵魂就在这把剑中，虽然肉身已死，但一直以来，他用自己的力量保护着你们母女俩。这把剑已经断了这么多年，一直封存在这铸剑坊里，他大概也很寂寞吧。爹，是我们错怪了你。小蝶，你娘也只是因爱生恨，你不要太自责了。当务之急还是要想想该怎么向你娘交代吧。小蝶，娘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啊？是你把他们带过来的吧？还有你们，没有经过我的允许，为什么动这屋子里的东西？娘，是我们错怪了爹。你说什么？爹他根本就没有抛弃过我们。当初他是为了救娘的命，才跳入了铸剑炉，铸成了这把神剑。他一直守护在我们身边啊。小蝶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这些人想要得到这把剑，什么谎话都编得出来。哼，你被他们骗了。许悦这个负心汉，他早就丢下我们走了。小蝶没有骗人，许悦确实在剑里面。乌鹿。你曾经救过我的命，我确实很感激。但是，请你不要再为许悦那个负心汉辩解了。我不信。过了这么多年，你还是不相信这个真相？真相？什么真相？当年你中了那个食心草之毒，许悦走投无路来找我救你。万般无奈之下，我想出了这个以命换命的方法。什么意思？什么叫以命换命？就是以他的生命来换取你个人的平安。不可能！不可能！我不信！是你亲口告诉我许悦走了，他走了，他就是走了。到现在你还是那么恨他，你是在折磨你自己呀。居士，如果你说的话属实的话，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跟夫人说呢？她这么多年过得多么苦啊！夫人，
许前辈临走之前，千叮万嘱不能告诉您真相，怕您知道真相之后，会一蹶不振，无法摆脱自责。确实如此。许月曾经跟我说，你一向依赖他，他恐怕你承受不了这个悲伤。或许他觉得憎恨比起自责更容易让你活下去。不过夫人，其实我曾经有个机会可以跟你说明白的。许月当时并不知道你怀孕，我们回去吧。他以为你一个年轻女子还可以重新再嫁。若他当日知道你怀了小蝶，一定下不了这个决心。我当日知道此事时，内心也是愧疚难当，是我令小蝶失去了父亲呐。哎呀，徐夫人，不要再喝了，就能伤心，再喝许月也不会回来了。不要喝了，不要喝了！不要你管！不要喝了！走开！相公，后来我云游四方，花了数年的时间寻得了重聚灵魂之法，本想亲自告诉你，让你和许月能够重新相聚。但当我回到青虫山庄时，才发现你已经变了模样。夫人，看来我们真的是错怪姑爷了。您对他一往情深，他也从来没有辜负过您啊。真的是你吗？你知不知道我好想你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相公，相公，是你回来了吗？相公，我好想你啊，相公！我也好想你。你终于回来了。相公，爹。她就是我们的女儿。果然，只有爱才能使一切圆满呐。生死相隔，也阻止不了他们的爱情，实在是太感人了。从今往后，我们之间再也没有欺骗和秘密。
我们一起战胜一切。走吧。真是多亏各位，我才能跟我相公再次团聚。夫人能放下心结，实在是件可喜的事。我以前还真是愚蠢，竟然不相信我相公对我的爱，反而愈加去揣测这世道人心的黑暗。其实不是人心无救，而是我自己心中无信念，才做了那么多的坏事。现在想想，我真是罪孽深重。夫人，真正的感情是不会被破坏的。无论遇到什么误会，只要两个人心中有彼此，就都一定能拨开云雾。所以，你也并不算是什么罪人，只能说是给他们些严厉的考验，让那些正走在感情路上的人们，能够正视彼此的感情。玉姑娘能这么说，我心里倒是舒坦了不少。娘，我之前答应了丁大哥，如果神木剑能修好的话，或许您愿意借给他。诸位，姑爷的魂魄在此，对夫人尤为重要，恐怕……丁少侠，这剑我愿意送给你。夫人，我相公为人善良正直，他曾经跟我说，他所打造的兵器是保护众生用的。我想这神木剑也该如此。如果他能保护蜀山，维护正义，我相信我相公肯定愿意出这一份力。那我恭敬不如从命。哎，你们碰到紫英和小张了吗？大师兄，你们不是在一起的吗？昨天我和紫英吵了几句，小张用迷药把我迷昏，然后把紫英带走了，一夜都没回来。赶紧去找他们。走。娘，难道是你？哎呀，娘，你真糊涂！紫英，小张，师姐，紫英。
子英的剑。弟，你快看！肯定出事了。弟，快看！小张，小张，小张，一定是血行为把老虎引来的。弟，你冷静一点。他们杀了我的兄弟，我要报仇。可就算是这样的话，小张也不会再回来了。都是我的错。其实我早就知道，小张、子英还有丹宸子之间的关系，只不过当时未受几位开导，我心思恶毒，就给小张开了一瓶浮生半日散。那是什么？此药一经入口，便会把眼前人视作平生最爱、是最催情的药。那日子英跟丹宸子发生口角，我猜是小张救出了子英，并给他服用了此药。可是之所以它叫浮生半日散，就是因为这种药，它只在半日之内有效。什么？若是如此，恐怕是半日药效一过，子英发现身边躺的人是小张，所以一怒之下才会。是我罪大恶极，害死你的兄弟。我愿意用我的命补偿你的痛苦。娘，丁大哥，玉姐姐，求求你们，看在我娘所受的委屈份上，一时糊涂犯了错。如果你们一定要追究的话，那就让我替我娘抵命吧。小蝶，娘，夫人虽然有推波助澜之过，但一切都是他们自己的选择，跟别人无关。我现在只想知道，为什么那个女人这么狠毒。师姐，你怎么了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青云，你先出去一下，我有些事情想跟子英单独谈谈。子英，大师兄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逼迫你去接近于明娘。为了得到神魔剑，我太心急了，才会对你口不择言。我想问的不是这些事情。说出那些伤害你的话以后，我也好后悔。你打我打得对，你打醒了我，让我知道你对我是多么的重要。不管怎么说，对你动手是我的不对。不，我知道你是最疼爱我的，
一定是我伤害了你，要不然你是不会对我动手的。大师兄，我们忘记那些不愉快，从头开始可以吗？以后我不会再对你百般苛责，不管你是不是蜀山掌门，我都会爱你，因为我知道，我爱的是你这个人，不是那些虚名。子英，你和小张，我求你了，不要再问了，好不好？你只要相信，我的心里只有你，好吗？好，之前是我说错了，我相信你。子英，你给我出来！丁大哥，你做什么啊？丁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你做了什么？你心里只想着自己，别人是生是死，你都不在乎吗？你到底在说什么？小张死了，被你害死了！你说什么？小张死了？我们在山里发现了他的血液。他的尸体已经被老虎给……是他先给我下了药，他要轻薄我在先，我没有错的，是他活该。是，都是他的错。他错在太爱你，太在意你，他只希望你幸福，这些都是他的错。那我有什么办法呀？事情已经变成了这样，难道要我给他偿命吗？那你就下去陪他吧。丁隐，这件事情他们两个都有错，你不能这么冲动。丁爷，冷静一点。什么名门正派，原来只会护短。这蜀山弟子，我不做了。丁隐，大哥，你冷静点儿。小张已经死了，再多一条人命也于事无补。师姐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她也不会忍心的。为什么我连为自己兄弟报仇的机会都没有？丁隐，没想到这小子毫无防备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恭喜天尊捕获赤魂石。他吸入我放出的瘴气，短时间内不会醒过来。快去找一个地方布阵，取出赤魂石。是。
我这13门恶阵，竟也不能吸出他的赤魂石，看来此人非同小可。天尊，赤魂石以恶念为食，恐怕这个人心中阴影不够。那我就帮他下一次地狱。师弟，丁隐不行了，我们要赶紧破阵。好。你忘了我还有吸血蝶吗？13门恶阵，丁隐，你听见吗？丁隐！气沉丹田，散至神鬼，发自幽门，自成剑气。前堂有路你不走，我成全你！师弟，把解药交出来！根本没有解药，嗜血蝶已深入他血液，绿袍没救了。少在这危言耸听，你一定有办法救他！快说！就算我要下地狱，我也要拉着他。屠霸！当年我师父只是将你封印，没有斩草除根，现在看来是个仁慈的错误。今日我要替天行道！住手！
没想到，你的救兵来得还真及时。方圆几十里，都能感受到赤魂石大圣的气息，想错过都难。你今天到底站在哪一边？是你大哥这边，还是你的阴风谷宗主那边？我的心虽然是阴风谷，但是血浓于水，我不能置我大哥于不顾。土妹，今我被你大哥折磨得奄奄一息，难道你要弃他于不顾吗？诸葛掌门，虽说你我势不两立，但今日局面，我们再打下去也是浪费时间，对你我都没有好处。我希望你放我兄妹一条生路，我定会放了丁隐。眼下权宜之计，只能暂且放过屠霸，保全丁隐和景我。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出尔反尔？我已表达诚意，希望掌门也以诚相待。好一个以诚相待！没想到连最不讲究人心道德的魔宗女子也愿意退一步。我堂堂蜀山掌门，定不会欺骗你。不过你记住，你带屠霸回天域之后，永远不许再踏入中原，否则我再碰上的话，绝不会手下留情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诸葛掌门，一定要救活上官景我，绝对不能让他死。放心吧，他是我师弟，我自会全力救治。景我，坚持住，我替你疗伤。师兄，杀了我，让我结束这样的痛苦。胡闹！你死了的话，素音怎么办？已经这么长时间了，不能放弃呀！景我，景我。景我，景我，你醒醒啊！
我是苏英，你醒来看看我。今我深受嗜血蝶王的折磨，又受了极重的内伤，恐怕已经超出了他身体能够承受的极限。今我没想到，我万般想的、念的，再见你竟是这样的情景。素衣，这些年真是太委屈你了。我当初的事情不必再说了，过去的事情，就算再痛心疾首，悔不当初，也已经于事无补。这些年，我们又何尝不是在偿还自己的罪孽？在我看来，世间的一切都是公平的，失衡往往是源自于内心的不定。你没有错，你是最大的受害者。世间有太多的人，虽然活得清醒，可是一旦遇到爱情，也只能清醒着犯错。我也是为爱情犯了错。在我偷取血影神功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自此将万劫不复。可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，这个错竟然让景我堕入无间的地狱。可是背弃一切，为了一个承诺而活的人，错了吗？不管怎么说，今后景我有你陪在他的身边，他一定会放下仇恨，消除执念，一定会找回心中那份安宁的。景我的伤势太重，毒已经侵蚀了他的六腑，真气正在慢慢耗尽。师兄，你也知道，离开他的身体，我独自一人也撑不了多久。师妹，你的医术高明，有没有别的办法？我一定会尽力救治你和景我的。兴许是天意为之，我和景我终究是难以逃脱这轮回的梦魇。什么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当初，在我危在旦夕之时，景我用血影神功之力，用他的真气保住了我的性命，我才得以安然活到今天。现在，恐怕只能用这个方法，才能救得了他。景我拼尽全力，就是为了面对面能跟你谈心聊天，不再承受相思之苦。好不容易成功了一半，你真的要走这一步吗？现在根本不是成功了一半。若我醒着，就意味着要失去他。那我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又有什么意义？就算不能相见，只要能知道对方的存在，
可以感受到对方的心跳，已足以。可我怎么跟他解释？他醒来后一定会追问你们分开的方法，一定会用噬魂石作为你们其中一个人的心脏。可现在，丁颖和赤魂石融合，赤魂石也快被融化了，再加上他身负重伤，如果强行取出的话，恐怕我不会让丁颖出事的。丁颖是玉儿的爱人，是玉儿幸福的关键。这么多年，我最亏欠的就是这个女儿，所以我要拜托你一件事：我和景我的事情，千万不要告诉玉儿。我不想让她活得有负担，我只想让她开开心心的和自己爱的人生活在一起。所以也拜托你们，不要再阻挠她跟丁颖的好事。这件事情，淼姨之前跟我说过，玉无心心存善念，是个好孩子。此事，我答应你。这是我在天域所学秘术融血之阵。从今以后，丁颖的血脉与我相连，也就是与景我相连。丁颖生，他生；丁颖死，他死。如此这般，当能保丁颖的平安。但愿师兄他知道我这般用心，从此不再纠缠。大师兄，告诉景我与他就像日与月，即使终生不见，也将长相思念。我对他的爱永远不变。如何？天尊这次强行通过封印结界返回中原，本来只剩下5成的功力，再加上被丁颖的血影神功所伤，恐怕伤及了本源。我哥在天域待得好好的，若不是你们2个从中挑唆，他为什么突然来中原？仙主，是天尊执意要来中原的，他担心上官景我有不成之心，还怀疑他对你不是一心一意。闭嘴！是真的，仙主，我们追杀上官景我来到这里，一路上他都带着这个女的，2个人看似亲密，如同夫妻呀。景我他对我到底如何？轮不到你们讨论。仙主，求仙主饶命啊！副宗主，
属下知道副宗主生气，只是贸然杀人的话，恐怕天尊醒来以后会认为是宗主想杀人灭口。到时候，天尊的怒气必发泄在宗主身上，请副宗主三思啊！谢先主，多谢先主不杀之恩，属下感激不尽。副宗主，天尊的伤耽误不得，该上路了。转告我大哥，我会留下来陪景我。景我对我很好，如果大哥对景我再有不利的话，就等于与我恩断义绝，再也没有我这个妹妹。副宗主，用传灵之术运送活人非常耗费功力，请副宗主保重身体。你还是想想，见了景我如何认罪吧。属下自会请罚，绝无怨言。景我，景我，景我。这样子，这怎么可能？不！不！人生至痛，莫过于生死离别。你和素音之前就刻骨铭心，没想到24年后又是一场分离。为什么？你答应过我要照顾素音的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景我，你听我解释，这是素音她自己的选择。素音明明昏迷，她怎么选择？你从头到尾就没有想过要救她，对不对？你从头到尾就想拆散我和素音。景我知道你为了救素音不惜一切，素音为你又何尝不是如此？这只是权宜之计，你跟我回蜀山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二人的。你住口！是我太天真，经过了20多年，我还没有学到教训。之前你为了素音可以背叛我，你现在自然能够再背叛第2次。景我，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。素音这些年辛苦奔走，她是在救人，是在替你赎罪。他一丝一毫都在为你考虑，为了救你性命，他甘愿回到你体内。你考虑过他的感受吗？你想一想，你到底是要爱还是要赢？你没有资格教训我！我忍辱负重20多年，我好不容易看到了一丝丝的希望，如今却被你亲手给捏碎了。诸葛玉我告诉你，从今以后，
我跟你势不两立。师弟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我要赤魂石，救素音，我自己救。素音下了龙血之阵，千万不可！诸葛与我，诸葛与我，出来！景武，你没事吧？来不及了，一切都来不及了。你放心，一切都结束了。大哥已经回到了天域，不会再找你麻烦了。我们还可以重新开始。赤魂石，只有能拿到赤魂石，一切才可以结束。景武，你都伤成这样了，你为什么还要赤魂石啊？你到底在执着些什么呀？你不明白，不明白！好，景武，你放心，神宗还在，阴风谷还有力量，只要赤魂石还在丁莹体内，我就一定帮你把它抢回来。宗主，是属下来晚了。你还敢叫我宗主？属下罪该万死，愿为宗主发落。我问你，当年在封印边界，你被人追杀，你背我走了9天9夜，是天尊安排的。他让我想尽一切办法获得你的信任，否则他会杀了我。好，他真的下了一手好棋。这么多年来，原来我一直在他的掌握之中，未曾走出。你戏演得真好。如果真的识相，你就应该和图霸一起回天域。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你知道我的性子。背叛欺骗我的下场是什么？挫骨扬灰，死无全尸。那你还有胆量来见我？宗主有所不知，属下早就已经死过一次了。我本是无父无母，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，只知道自己是天尊用白骨锤重塑的一个妖人。自己的命运全掌握在天尊的手上，就算天尊把我打得体无完肤，送我去做诱饵，我也没有资格去反抗。那图霸要杀我，你为什么要救我？我的生死关你什么事？宗主，你说过，你一身的武功，倒不如留给一些有用之人，让他以后不会随意让人欺负。字字句句，属下终生难忘。我本是一具行尸走肉，从没想过宗主会以命相救，所以属下
虽然受天尊控制，但从那以后，属下的命早已是宗主的。今我也是才刚知道，当年大哥给九毒服下9种毒虫，方才练就嗜血蝶王。九毒的血就是解你体内嗜血术的药引。这些年来，他陪你左右，除了监视你，也是为了救你。他这次不肯回天域，也是放心不下你。今眼下是用人之际，既然他诚心想悔改，不如就给他一次机会吧。你先起来吧。九毒，还不多谢宗主。感谢宗主不杀之恩。背叛过一次的人，还会有第2次。诸葛遇我如此，你也不会例外的。我不会再冒这样的险。这22年8个月08天，属下追随宗主，无怨无悔。拜谢宗主。谁？丁乙。丁乙，掌门，丁乙发生什么事了？屠霸刚才想引出丁隐体内的赤魂石，导致他真气混乱，昏迷过去。不过身体并无大碍，我方才已经替他做过调息，过几日他自然就会醒过来。屠霸也在这里？那这么说，我爹也在这附近？你爹他被屠霸打伤了，不过阴风谷的人已经来接应他了。我爹和屠霸之间虽然有些矛盾，但表面上看起来还算和气，怎么会忽然打起来呢？这件事情一言难尽。哦，对了，玉姑娘，为何丁隐单独一人在此？你又为何追随他而来？我那几个弟子呢？丁隐和丹臣子吵了一架之后，便独自下山了。
我也是刚跟我爹闹了些矛盾，便离开阴风谷，追随丁颖至此。掌门，我真的没有加害丁颖的意思，我只是想弥补我之前所犯下的过错。我明白，我相信你。掌门，这南明离火箭怎么会在你手中？明明是一仙前辈从我手中拿走的。素手一仙乃是我的一位故友，他得知蜀山的封印不稳，便将此剑交给我了。本来我也是想将此剑交还给丁颖，既然在前辈手中，那也算是物归原主了。玉姑娘，你和你爹不一样，你爹有些执念始终放不下，而你却学会了宽恕。丁颖能够遇到你，也算是一种缘分。玉姑娘，那丁颖就拜托你了。掌门，你要去哪儿？屠霸这次受挫，恐怕其心不死。既然南明离火箭已经寻回，我便要赶回蜀山加固封印，以防其卷土重来。寻剑之路困难重重，丁颖一个人的话，只怕会更加危险。玉姑娘，我想请你等他醒来以后，好好劝导他，让他重新与同伴会合。请掌门放心，我会好好劝导他的。只是丁颖是否愿意听，我并没有把握。玉姑娘，你在丁颖心中的位置，远比你想象的重要得多。丁颖就拜托你了。丁颖，对不起。我不会再离开你了。景我，你一直都在这里。那九毒，你之前受伤过重，嗜血攻心，虽然已经补充了真气，但是还要多多休息。你不计较我跟屠霸之间的事吗？我跟神宗门徒依旧听从宗主驱使，绝无二心。你在我和屠霸之间，总得做个选择。大哥受伤，我本应该陪他去天域疗伤，不过我还是决定留下来陪你，因为这个决定我早就做好了。自从再一次在天域见到你，我就已经下定了决心。谢谢你。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永远都会站在你这一边。之前我听连登和邹琴说，这次你离开阴风谷，一直有一个女人跟着，说你们的关系很密切。她是之前帮我解金蚕术的民间神医，这一次我被嗜血蝶侵蚀身体，我这才把她抓过来替我解毒。当真如此？那她现在人在哪里？
他死了。诸葛玉我以为他是我的人，把他给杀了。禀告宗主，有客来访。是谁？他说自己是山中人，说宗主会明白他。下去吧。是。土妹，我带你去见个贵客。别来无恙啊，山中人。上官师弟，让我好等。方才发生了些小事，总得先处置妥当，才能来见公孙师兄啊。你不是蜀山点苍峰的长老吗？你不是一直想知道山中人是谁吗？可是你告诉我，当年是他跟诸葛玉我一起将你打下蜀山的。英雄是时局而动。当年我是效忠蜀山的，而现在我和师弟联手，有何不可？你当真愿意背叛诸葛玉我？为什么？副宗主，是否觉得我在蜀山过得很风光，没有必要跟你们联手？想必你也知道，白眉真人座下的二弟子就是我。可是我这个二弟子有什么用？还不是一样被诸葛玉我踩在脚下。白眉真人在世的时候，他是首徒；等白眉真人死了以后呢，他又是掌门。这20多年来，蜀山上上下下大小事务，都是我去承担。哼，结果他这个掌门一出关，所有的这些我都要拱手再相让于他。我对二师弟这个名号恨之入骨，因为不管我再怎么努力，在我头上始终有这位掌门师兄压着，这辈子都别想出头。不过最让我看不惯的，还是他的所作所为。我上官师弟曾经是叱咤风云的人物，却在旦夕之间被他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。我就是因为看不惯，我希望以一臂之力帮助上官师弟东山再起。这道理我倒是明白了，敌人的敌人都是朋友。徒妹刚才有所冒犯了。啊，承蒙副宗主日前将计就计，让我门下的弟子苏阳顶替了这山中人的罪名。我此番是以送他的骨灰返家的名义才得以下山的。我相信蜀山那边还不至于起疑心。此次诸葛玉我受伤回到蜀山，已经元气大损，好像和师弟你又发生了什么冲突。他竟然令蜀山的众弟子勤加练剑，说不定准备攻打阴风谷，斩草除根。斩草除根？他真这么说？没错，他还说一日为魔，终生为魔。一日为魔，终生为魔。我早该知道结果如此。当初他还说助我下山，他根本就是忌惮我的魔性。这些所谓的正派，果真都是心胸狭隘之徒。师弟息怒，今日的蜀山
已今非昔比。而诸葛玉我，他的功力也大不如前。妙一长老被罚在伏魔谷内，就连几个稍微出色点的小辈，也已不在山中。现在诸葛玉我一直催促我，快点回去主持大局。山上众弟子人心惶惶，气势低迷。蜀山现在是外强中干。师兄的意思是要我先下手为强？难道师弟还有什么顾虑吗？现在正是最好的时机。若诸葛玉我他主动出击攻打阴风谷的话，到时候外强中干的可能就是这阴风谷。诸葛玉我这老狐狸，两面三刀，想要斩草除根，休想！到时候就有劳师兄你了。我不过是个内应，我只想帮助你完成复仇的大业，让诸葛玉我腹背受敌，永无翻身之日。师兄，我们合作愉快。好。公孙无我，你简直是丧心病狂，心魔难除。心魔，这又如何？魔又如何？只要我能够一手操控生死，是正是魔，我说了算。你以为所有的人都崇拜你吗？他们只是怕你，在他们心里，你永远只是那个中庸胆怯、只会躲在诸葛玉我身后的老二。你这辈子永远都翻不了身。起阵吧！可一旦起阵的话，就无法挽回了。只有用这个方法，才能压制住赤魂石的魔性。如今蜀山大战，已非只是诛杀一个公孙无我那么简单。公孙无我本身不足为惧，只是赤魂石被他激发了制邪的力量。倘若从他体内逃出，有朝一日还将寻找下一个宿主。到时候，新的魔王现世，天下将永无宁日。正邪对抗，我们必须要做出牺牲啊！可此事，青云和玉儿都不知道。若是他们知道了，我知道你心有不忍，但这就是身怀赤魂石之人的命数啊！起阵！以无极之巅融万物一体，化虚为幻，以五行为媒，纳天地元气，无熟尽。青云，玉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弟子没怎么抵抗，已被全数收服。青云，你的青锁剑呢？师傅说要在凌云峰设阵，紫青双剑能除魔斩妖，所以他都拿走了。啊，是封印！哎，
为什么封印开启了？明日一战，照顾好自己。玉儿，下辈子我还你千倍万倍，这辈子恐怕只能辜负你了吧。青云，赤魂石和凌云峰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？不知道啊，丁大哥在计划里面也没有说要去凌云峰啊。你好好想一想，丁颖为什么要去凌云峰？你师父有没有叮嘱你什么？赤魂石和凌云峰到底有什么牵连？我想到了，具体的情况我还不太清楚，不过师父曾经提到过，说凌云峰有个什么封印。当年太清真人就是把赤魂石在那里炼化的。难道丁大哥想把公孙无我在凌云峰上封印？但是他身上不是还有一个元神？那岂不是？我去看看。我也去。张琪师兄，这里就交给你了。青云，小心。丁隐，什么六星之子？诸葛玉我还说什么你是蜀山的希望？呸！还记得你教我血影神功，逼着我对你感恩戴德的时候吗？从那时候起，我就幻想有一天亲手杀了你，到底是什么滋味？因为你们的存在，才会一路不顺，会把你们两人的尸体挂在蜀山之巅，暴晒成干，让所有人知道你们的下场。他破了记，训练之法，无限激发出了赤魂石的魔性。如今他的心性已经完全被侵蚀了。前辈，法阵已开，是该动手的时候了。丁隐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听范夫人说，只有紫青双剑的威力，才能够开启蜀山上的封印。不过眼前，也只有这样，才能够将公孙无我封印。到时候还得麻烦师姐和百草师弟为我们开启法阵。可是我仍有些担心，这双剑刃主，我怕你们两个一时难以驾驭。放心吧，我跟丁隐都是重生之人，我们体内的经脉已经被赤魂石给住了，应该没有问题。师傅，能争取片刻已经多了几分胜算，剩下的就只有听天由命。不可能，紫青双剑刃主怎么会为他人所用？我和丁隐都是死而复生之人，全身的经脉为赤魂石的灵气所住，
紫青双剑当然能为我们驱使。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，掌门说的对，世间万物皆有报应，是时候做个了结了。不可以，我好不容易才收集齐赤魂师的元神。你们疯了吗？你们拉着我，只会一起死。就算死，也死得其所。丁隐亦然。放开我！玉姐姐是紫青双剑合璧。不对，他们一定还打算再做什么。丁隐，赤魂石是靠他们三人身上的元神连接而成的，他们被赤魂石连在一起，谁都走不开了。月儿，这是丁隐和爹自己选择的路，不要去怪别人。不会的，爹，一定还有别的办法。恐怕这是最后的办法了。不要，爹，不要！时辰来不及了，快点闭合阵门！快走！不要！
不要，爹，娘，爹姨。真希望永远活在梦里。玉姐姐，玉姐姐，你醒了。大战之后，你已经昏迷了1个月了。丁颖呢？丁颖救出来了吗？还有我爹。丁大哥和上官前辈，他们牺牲了自己，和公孙无我一起被封印在凌云峰的法阵中。事到如今，醒来有什么好？全都是痛苦。老天真的好残忍，他们好不容易回到我身边，却又要我再失去。玉姐姐，你一定要振作起来。蜀山如今已经恢复如初，天下也太平了。丁大哥和上官前辈并没有白白的牺牲自己，他们早就下定决心，做好了送死的准备，只是一直瞒着我，对不对？他们让我留在天门峰，只是不想让我去阻止他们，对不对？我也是后来发现了丁大哥留下的一封信，才知道了当中的缘由。丁大哥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知道，你为蜀山做出了牺牲，可是为什么你就这么离开了？公孙无我血炼之后，赤魂石的魔性已经彻底被激发，现在已经不是血肉之躯可以收服净化的。就算我们战胜了公孙无我，赤魂石也会寻找下一个利欲熏心的入魔之人，救得了一时，救不了一世。唯一的办法就是斩草除根，将赤魂石封印在凌云峰下的冰窟之内。可是公孙无我体内只有一半赤魂石，另外一半在你的体内。这一切是非恩怨，皆因我夺赤魂石而起，我也应该有个交代。明日我会跟公孙无我一起封印。难道前辈您忘了，我体内还有一颗赤魂石？如果那个赤魂石发作的话，我会毁掉一切，成为罪魁祸首。我曾经伤害过身边我最爱的人，我不想让他们再受伤。只有彻底毁掉赤魂石和六星之子，才能够让这个世界安稳太平。不行，你有没有想过月儿的感受？
我曾经跟玉儿有一个约定，等事情结束之后，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，建一个家，扎一个根。可是现在，可能要等到下辈子，才能把这个愿望实现。青云，这件事除了师父和百草师叔之外，我没有告诉任何人。我不希望你们在悲伤中度过，能够以我的性命来换你们的平安，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解脱。唯一遗憾的是，你我相识一场，我亏欠你的实在太多，抱歉不能再继续守护你。当日成亲，你就当它是权宜之计了。你没有欠我什么，也不用为我孤独守候。我只希望我走以后，你能够找到自己的幸福。还有，请帮我转告玉儿，我对她的感情超越生死，请她替我好好的活下去。玉姐姐，我告诉你这一切，是要你明白，丁大哥对你的感情是超越一切的。我当然明白，他这个人就是这样，永远把别人摆在第一位。如果要让他苟活在这世上，而看着众生生存于乱世之中，那对于他来说，会是更大的痛苦。只是，在这个没有他的世界，你要我怎么活下去？丁大哥希望你能够幸福的继续生活下去。若他真的了解我，就应该知道，我早就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。玉姐姐，接下来你要去哪里啊？玉儿当然是要跟我回阴风谷，而且是陪我一起。我会去天域找屠梦。你去那种鬼地方干嘛？天域和中原的封印还存在，万一再有邪魔歪道复苏，光靠屠梦一个人是扛不住的。丁颖和我爹费尽心思守护这片土地，我也想好好保护它。等他们出来的时候，我希望会是一个更好的世界。那好吧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不用了，青云、丁义，还有我能够认识你，是我们最大的福分。玉姐姐，你要保重。你也是。
山栖霞峰弟子，第71代传人周青云在此听命。青云，你是我蜀山栖霞峰出色弟子，又是上古神剑青所剑之主。这次蜀山遭逢大难之时，你能不负众望，带领蜀山走出劫境，真的是功不可没。今日我将掌门令牌传授于你，希望你带领蜀山弟子，把蜀山正义发扬光大。弟子领命。众蜀山弟子在此听命，我会带领众人重振蜀山，匡扶正义，守护苍生。弟子愿服从掌门之命，为天下苍生尽责，重振蜀山，匡扶正义，责备苍生。丁大哥，师兄，师姐，我一定会教导出最正直、最勇敢的蜀山弟子。所谓正道，守护苍生，当是如此。你在偷什么懒啊？我在练功啊。为什么我听到打呼噜的声音啊？打呼噜也是一种功夫吗？因为你教的实在太无聊了。你说什么？哎，不是我说的，他说的。哎，小心打到丁大哥。哎，喂，你太过分了！不是我说的，是丁大哥说的。愿我如星，君如月，夜夜流光相皎洁。不是不让你来啊，我想和你一起啊，谁让你来的？宝儿吗？嘘，再见啊。我娘曾说过，人生两大苦，求之而不得，拥有却失去。蜀山之巅一战，令我失去两个最重要的人，人生之痛，莫过如此。给我！我肚子里已经怀了你的骨肉。
为了我们的孩子，住手吧！我们有了孩子。我曾不止一次想过，倘若当日我爹知晓娘腹中已有骨肉之事，能转而向善，结果会是怎样？我们之间没有欺骗，这句话还算不算数？倘若当日阴风谷一役之后，丁莹选择原谅，结果又会怎样？回来了，大力啊！这次春类比赛又是第一啊，每天都这样，真没意思。哎呦，这人打猎不行，肚子的本领倒是不小啊！啊！想来如此，霍云村当真只是一处世外桃源。我与丁莹举案齐眉，有儿女一双，但父母在侧，这世间便再没有魔宗现世。爹娘，我们回来了。哎，来给我，我先去做饭。正邪之别，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狱。只可惜他们二人用了一辈子的时间，方才悟出。爹和丁颖说，世间之爱有大有小，小爱治愈人心，大爱治愈天下。若能换得更多夫妻相守，骨肉团聚，他们愿意牺牲，义无反顾。这是他们用性命教我的事情，而他们打下的太平，我会代替他们，一直守下去。